嚟到最後一步要同我不知道呢隻狗。Hello， 大家好嘛？今日想同大家推薦一啲同斷捨離又或者極簡主義有關嘅電視劇同埋節目。我整理咗呢個 list 上面嘅節目呢，並唔係好 hardcore sell 極簡嘅。就算本身對簡單生活冇太大興趣嘅人，相信都會揾到一啲娛樂性。中意呢個題材嘅朋友們就更加會覺得不能錯過啦。首先講嘅呢係日本嘅劇集，第一套係《優的新生活》。為咗拍呢條片啊，我特登去咗查個優字點讀噶。原本以為係日本獨有嘅漢字，但原來中文都有呢個字嘅。套劇呢就係講女主角優 Nagi， 佢因為職場同埋感情上面都遭遇挫敗，憤然遞信裸辭之後，淨係執咗一個包袱，就去到郊外嘅一間老屋生活，其他家當呢全部都掉晒，希望可以重新生活同埋揾到自己真正想做嘅嘢。雖然一開始呢就幾乎拋開晒所有嘅物質，但係 Nagi 嘅成長其實同心靈上嘅解脫關係更加大，因為 Nagi 由細到大都係一個成日睇人眉頭眼額做人嘅人嚟噶。有好多時明明自己唔好受，都咕一聲咁吞咗落去。10集嘅篇幅就係講佢點樣透過喺城郊生活遇到嘅人同埋事嚟擺脫斷掉呢方面嘅習性。女主角穿插喺兩個男人之間嘅感情線呢，都同佢睇人眉頭眼額嘅習慣有關。唔好睇女主角留個爆炸頭，好似好奇怪咁，睇落呢，我覺得好 Q 好襯佢啊。跟住呢，就係盛裝戀愛有理由，必須重點講一講男女主角嘅顏值同埋匹配度啊。橫濱流星同埋川口春奈真係好襯好 sweet 啊，係會令人睇到而冇笑嘅一套劇。故事呢，就講一個極繁主義嘅女主角喺工作唔順利嘅時候入住咗一間 share house， 遇到極簡主義嘅男主角，兩個人唔小心中意咗對方。究竟一個極繁一個極簡喺戀愛關係之中要點樣去平衡呢？橫濱流星喺劇入面係飾演一個廚師，每集都會有佢煮嘅嘢食嘅特寫鏡頭，睇見都覺得好治癒啊。除咗感情同埋工作之外呢，套劇都有探討生活意義。劇入邊嘅嗰一間 share house 咧，好大好靚，而之前呢喺 vlog 入邊整過嘅貓王三文治都係喺呢套劇嗰度學翻嚟噶。第三套係丟掉吧安達小姐，女主角安達佑實都係由演員安達佑實去飾演，即係話自己扮翻自己，但佢又唔係紀錄片喎，因為佢有連貫嘅劇情嘅。講女演員安達佑實接到雜誌嘅邀約，要寫12期以斷捨離為題嘅專欄，於是女主角呢就開始喺屋企揾下有啲乜嘢可以掉啦，順勢挖掘埋佢潛藏內心嘅傷痛同埋陰暗面出嚟，趁機會要好好處理一下。套劇好新奇咁樣將物品去擬人化，安達小姐要捨棄嘅物品或者係心情，都會變成人喺佢夢中出現，同佢展開激情對話，而且唔單止係掉嘢嘅。由第一集開始呢，都有個小小嘅懸念，一直去到最尾先至開估，幾得意同埋好有深度嘅敘事。如果係媽媽觀眾嘅話呢，睇到最後幾集一定都會有共鳴。呢套劇一集得20分鐘左右，好快就睇完噶啦。講完3套日劇，跟住就推介韓劇啦。我好大推嘅一套係《恩珠的房間》，女主角恩珠原本同好多人一樣，都係一個朝9晚8、9或者10嘅打工仔，因為工作壓力啦，工作性質同自己想象唔同而辭職嘅。佢頹廢咗一陣之後呢，開始透過斷捨離同埋裝修自己嘅租屋，揾翻生活嘅樂趣同埋生活本來要有嘅樣子啊。女主角呢係 Law School 嘅劉慧英，想講佢喺劇入面嘅屋企雖然唔大，但係改造之後真係好靚好舒服。每次睇佢改造嘅過程都覺得好治癒啊。係啦，今條片我已經用咗好多次治癒呢個 term， 但我真係諗唔到另一個詞更加適合啊。好似呢，由第3集開始，如果冇記錯嘅話，佢嘅結尾呢都會有教人 DIY 嘅小教室嘅，男女主角 CP 感都非常之夠，又係會睇到人而冇笑嘅一套劇。跟住呢套呢，就係節目《新穎的整理》，主持人呢會去唔同藝人嘅屋企，幫佢哋一齊做斷捨離同埋整理嘅。呢個節目就好好咁樣話俾我哋知，就算係屋企幾大幾貴嘅明星呢，
都係會亂擺嘢，搞到立立亂咁㗎。每一集呢，主持人同埋藝人嘉賓就會一齊攞嗰個藝人擁有得最多嘅一樣嘢，例如尹恩惠就係鞋啦，另一個女明星就係手袋啦，去引導佢呢揀啲乜嘢留低，揀啲乜嘢捨棄，跟住就會用1個禮拜嘅時間幫佢間屋做大改造，改成佢心目中理想嘅模樣。睇佢哋啲 after 嘅反應都好開心，好治癒㗎。好啦，跟住落嚟呢，係一套嚟自泰國嘅電影，係咪估唔到呢？叫做《就愛斷捨離》。女主角 Jin 喺瑞典留學嘅時候接觸極簡主義，就愛上咗呢一個概念。回國之後呢，都想將屋企翻新成極簡主義咁嘅樣喎。但係問題係佢同屋企人一齊住嘅長輩唔係咁容易接受斷捨離或者極簡主義呢一類 concept 噶嘛。我諗大家唔多唔少都會有同感噶啦。咁喺試圖說服同埋掉嘢嘅過程入面呢，女主角就畫翻好多盛載回憶嘅物品出嚟。呢啲回憶呢，都係同唔同嘅關係有關，有啲已經破裂咗嘅關係，有啲逝去咗，有啲並未有適當處理過嘅。Jin 呢以為掉咗佢唔見呢，就係解決咗件事，但係其實有啲嘢未必係捨棄咗就會解決咗，因為人際關係始終唔係物品啦。有啲傷口呢，一定要用特別嘅方法去告別，於是 Jin 呢就嘗試去處理嗰啲過去嘅關係啦。但係呢度呢，我唔想劇透得太多，只可以講話掉嘢可能只係令自己良心好過一啲嘅做法。總之都好推介大家去睇㗎。好啦，嚟到最後一部要推薦俾大家嘅節目啦，就係香港 ViuTV 嘅《高執事務所》。《高執事務所》呢，一共有15集啦，佢係由 Mirror 嘅 Jeremy 啦、交戰嘅阿鄭，仲有收納達人阿橙同埋塔羅斯 Jan 呢4個人去主持嘅。咁節目組呢，每1至2集就會去唔同嘅素人嘅屋企嗰度幫佢哋整理收納。呢個節目呢，帶俾我好新鮮嘅一點呢，就係佢將整理收納呢件事加埋呢個轉運啦、氣場呢個元素呢，將佢哋2樣嘢結合埋一齊。不過諗翻轉頭，其實斷捨離呢，最主要嘅一個概念就係透過捨棄物品啦、整理物品嚟令到原本閉塞嘅屋企呢重新流動翻起嚟嘅。因為呢清理咗好多嘢啦，咁所以好嘅空氣呢就可以再次流入翻去屋企入邊，成個屋企嘅氣場呢就會煥然一新啦。其實有啲似瑜伽嘅呼吸練習喎。瑜伽嘅呼吸練習咧就好着重叫我哋將一啲唔好嘅嘢啦、一啲壞嘅氣咧就呼出去，再將一啲好嘅咧吸翻入去個身體入邊。唔怪之得當年山下英子提出斷捨離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其實佢都係有參考到瑜伽練習嘅。不過咧兜遠咗啦，講翻高執事務所啦。4個主持人咧，佢哋嘅火花比我想象中咧係要強得多。初時咧就去諗，即係斷捨離啊、執嘢啊、整理呢啲咁正經嘅嘢，揾阿鄭嚟會唔會好格格不入呢？原來睇落係一啲都唔會嘅。我以為佢係不苟言笑嘅收納達人阿橙呢，我仲覺得佢同阿鄭咧配合得都幾好添啊。至於 Jeremy 咧，佢喺個節目入邊咧就去唔同 case 嘅屋企嗰度，即係好認真執嘢嘅樣咧，都有加分㗎。高執事務所咧就係我喺呢條片最後一條咧推薦俾大家關於斷捨離或者收納整理嘅節目啦。咁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收睇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相簿入邊咧好多都係細個啦，或者中學嘅時候影嘅相嚟嘅。其實有好多都可以 scan 入電腦 save 啦，咁就可以唔使用咁多相簿 keep。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好有價值，用菲林晒啊，或者真係太耐之前嘅 BB 相或者小朋友相咧，我都會選擇 keep 翻嘅。但係就唔需要咁多，因為呢一箱入邊咧，基本上都係相簿嚟嘅，實在太重太 bulky 啦。啱啱睇到咧，呢個相簿入邊咧有隻咁樣嘅狗，而我不知道呢隻狗是誰，連佢係邊個樣嘅我都完全唔記得，叫咩名唔記得啦。但係咧有勁多張呢隻狗仔嘅相咯，
我唔知點解會有咁多呢隻狗嘅相。啱啱咧發現有一本相簿咧，專係收藏一啲咧我細個嘅時候同屋企人去韓國旅行嘅相啦。意外地發現咧嗰陣時自己嘅造型啦同埋髮型咧都幾好睇嘅，俾大家望下。唔知睇咪到好細粒。呢個第二張近啲嘅先。呢個旁分黑色長頭髮。柔順嘅長頭髮，唔知點解細個嘅時候咧頭髮好柔順啊，但係咧日越大咧個頭咧就越多嗰啲攣攣毛咧，突然間變咗天生攣喎，所以都幾懷念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原來係咁樣順滑嘅黑色頭髮嘅。跟住你睇下你個羽絨服啦，跟住下身襯呢個咧檸檬鮮黃色嘅褲又幾好睇喎，衰鬼〜